跟着凤凰网旅游，重新发现大美中国。说到四川乐山，你脑子里面最先浮现的词语是什么？串串。最先浮现的画面呢？乐山大佛。小时候在乐山长大，你对这个城市最初的印象是什么？很小，然后很安逸。上一次回到乐山是什么时候？18年3月份吧，回了1个星期的家。然后上一次回去，觉得它跟你小时候记忆里面的那个城市有什么不同吗？其实有很大的很多变化，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一回去，因为可能在之前我知道的一些东西，一些建筑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我虽然没有很长一段时间回家，但是我在家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我上一次回家了过后，我发现我家后面的那一堆房子都拆了，但是那个拆字没有写到我家门上。上一次回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熟悉的城市里面有什么新的东西是让你觉得很惊讶的吗？虽然没有很惊讶，但是我还是会去感慨，就这个城市的发展或者日新月异的一些变化吧。就是可能在你小时候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一些品牌或者是一些东西，你在乐山根本看不到的东西，但是现在回到乐山看，其实都有好几家那一种。看到这些东西了过后，会有一种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吧，或者说就是很开心家乡有这样的发展吧。你觉得脑子里面最典型的一个很安逸的乐山的形象？河边上打麻将。对，我们那边就有一个，就很多河边上都会聚集着大叔大妈、爷爷奶奶那种，就打麻将或者打字，那个叫什么？我们乐山叫270，就一种乐山的一种打牌的一种。你会加入他们？我不会打麻将，也不会打270。你觉得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他们性格上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吗？大家都很爱吃宵夜嘛。他那种宵夜不是像可能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里面的那种，大家点外卖或者是聚集在或者是在一个餐厅或约一个那种怎么形容或者是在那种那种网红餐厅，所谓这种比较都市化里面那种城市会多一点东西。在乐山的话，大家会哪怕是很晚都会出去在那种街边或者是大排档也好，或者是一种夜宵店也好，可能我们那边叫苍蝇馆吧，那种东西，然后大家会聚集在那边，整个一条街里面都是大家都吃宵夜的那种，非常热闹。你觉得四川有什么风俗习惯上你觉得很独特或者是很有趣的吗？杀猪算不算？也好像印象里面好像就跟着爸妈回那个农村的时候，就好像有经历过杀猪这个画面，当时我还挺心疼那只猪的。如果离开了这座城市很久之后再回去，你最喜欢重游的是哪一个地点？长药我从小长到大的一个地方吧，它算是一个社区，情感最深的一个地方嘛。但是除了它以外，挺想回一下小学、初中一些学校的那种，也挺怀念那种在学校的那种时光的。就像你刚才也讲，很多记忆中的东西就会消失，在那些消失的东西里面，你觉得你最怀念的是什么？我家门口的那个，不是家门口，社区公交站旁边的一家游戏厅。对，那种要投币的那一种，有很多故事都在那里面发生过。就小时候我有零花钱，但是有那种硬币的时候，一开始我一直我以为那些游戏币都是硬币，就投进去。然后有一次我存了很久的钱，我存了10几块，硬币，都是硬币。然后我就准备去放肆的玩一把那种。然后玩了10次过后，后来我发现原来是游戏币是可以买的。1块钱你可以买四个币，10几块钱可以买40多个币，但是我就觉得自己很亏，就很生气，那就觉得自己特别傻的那种。就因为工作原因，你现在会去到很多其他的城市嘛？那你觉得现在家乡对你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温暖吧，它是一个会让我很温暖的地方。你觉得四川的美在哪儿？美食、美景。它的哪些特质会让你觉得着迷，并且你觉得它影响了你？我觉得首先排在第一位的是吃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可能那边的天气吧，它没有说到那种南北方的那种特别大雪或者怎样，几乎其实没有，所以冷的时候不会特别冷，热的时候不会特别热，整个天气会让人挺舒服的。再有其实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回忆在里面吧，就会带着自己的很多感情色彩来看待这个城市，所以这几点加起来就是我的那个。
遇见一个四川人，你觉得最好的套近乎的方式是什么？用一句标准的方言跟他打招呼。可以讲一句你跟别人套近乎的方式吗？我从来不跟别国套近乎。如果你可以选择一个朋友，然后让他搬去四川定居，你会选谁？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嘛，就是让他建议他去，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身边朋友都可以建议他们去，对，因为就是一个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以后会回到那边定居吗？我自己挺希望的。过年期间有没有最想做的事情？领红包。对，领红包不是发红包。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你对故乡的感情，你觉得会是什么？就我觉得故乡是一个看着我成长的一个地方吧，见证我成长或者见证我长大吧。你想家的时候最想吃什么东西？我串串啊，火锅、跷脚牛肉、回锅肉这些每一个。你在乐山的时候做过最糗的事情是什么？搭错公交车，搭错回家的公交车算吗？其实乐山虽然本来就不大，但是还是到了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偏的一个地方，就郊区吧，可能。乐山的时候做过最惊天动地的事儿，你觉得是什么？最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小学放学的时候，然后每次都会有就一个司机嘛，就是他会来，就是我们爸爸妈妈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小区的朋友，然后就几家人就联系了一个司机，然后每天负责接送我们上学放学。然后那天星期五一般都是3点放学，但是那个司机忘记了，他以为我们还是4点半放学，他就没有来，然后我们就以为没有车接我们回去，于是我就率领着我的小伙伴走回去，结果就走了很久，然后就爸爸妈妈就所有人就很担心，然后就以为我们失联了还是怎么样，后来被交警姐姐接到，然后送回去了。在四川美食里面，你觉得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年夜饭里面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大肘子算川菜吗？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每年在四川吃年夜饭的时候都会有这道菜。能不能用很偶像剧的方式形容一下大肘子？不能。小时候家乡有什么春节习俗是你觉得当时特别期待的？就领红包啊，就我觉得印象里面就是拿红包那一刻是最开心的时候。还放鞭炮也算吧，但现在好像不太能放鞭炮了。小时候你是家里的放鞭炮担当吗？不是，他们就是大人们都不会让我去放，我只会就是揣着过年前和小伙伴们就是偷偷的出去放那种。然后春节到了，能不能用川普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